大家好，这里就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你看，多么的车水马龙啊！这是连接尖沙咀和中环的荃湾线。当然，这一切都是想象出来的。实际上，我在一个叫做后教的城中村，它是全广州最像香港，或者说最像九龙半岛的地方。如果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那么请看地图，那都是 V 字形的半岛，南窄北宽，都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以及一条向西延伸的重要支线。这些都是小意思，最神奇的就是把九龙半岛的地标区域按空间位置挪到后教村，全都能有所呼应。咱就说是不是很离谱吧？一会儿我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在此之前，必须强调一点，这期视频不是纯粹搞怪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广东每个村庄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村落传说，这些传说基本上在几百年前就诞生定型了，我们只能观察到创世之后的事情。但是后教村比较特别，作为自然村，它在比较晚近的年代才定型，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村落传说如何从一片混沌中创生。那这部分内容我放在了视频的后半截，前半截咱们先好好逛一逛广州的小香港。哎呀，刚从尖沙咀地铁站出来啊，我现在在弥敦道，全村最宽的路，也是最重要的干道，连通了南侧的立教村和北侧的上冲大塘。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这条路的繁忙，南来的、北往的，都像这辆红色出租车一样呼啸而过。走路的人都在赶时间，没有人蹲在路边休息。作为游客，后教村的弥敦道有两个看点，一个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在这条路能看到珠江新城的西塔，它和城中村的街道形成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画面。这第二个看点就得提到香港弥敦道一个很出名的地标，叫做重庆大厦。它是以南亚族裔和讲英语的非洲族裔为主的外来人口做生意和居住的地方，就好比是香港的城中村。许多内地游客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玩，就会去大厦的门口打卡。我就把重庆大厦在香港地图的位置平移到后教村，然后去现场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啊，然后就发生了很离谱的事情。这个地方刚好是一家重庆面馆，那就欢迎大家来后教村吃面打卡啊。对于自古以来住高层小区在大厂里面上班的城里人而言，去到城中村吃面就相当于去香港重庆大厦住一晚，都是很新奇很刺激的事情。老板，面馆晚上开到几点？24小时啊？哦，这里是晚上也有人哦。从重庆大厦出来，沿着弥敦道继续往北边走一段，就能看到更新奇的景象。后教是一个制衣城中村，油麻地到旺角的这段路，每天都会成为临时招工点。按我从其他城中村获得的经验，路两边坐在自行车上面不动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招工的小老板。他们就好比是游街望大佬在茶餐厅的门口招小弟，在路边来回走动的人就是照活干的服装工人。这种模式很可能是日结零工，计件结算当天的收入。正因如此，打零工的人要货比三家，找最靠谱的大佬做最擅长的事儿。如果今天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那就及时收手，第二天继续找机会。至于这种模式如何在制衣村里面运作，那就欢迎观看我拍摄大塘和上中村的视频。招工市场一路延伸到旺角，这里是全村商业最繁荣的地方，有全村最大的商场。
季了。哦，5·1以后是淡季。他们过了年以后，他肚子很忙的。过了5·1以后呢，很多人找事都难找了。啊，是这样。最旺的季节就几个月。但是呢，就是淡季的时候也有些抢，也是也挺好。对，也能看出来这么繁忙的。但是后教应该算行情还不错的村吧？也不是啊。康乐怒江那里最好。康乐怒江。然后康乐怒江它主要做市场货的嘛。啊，它是做档口货的。康乐怒江、项村、大塘啊，这边就是做档口货。那就是沙河那边的是吧？沙河的是沙河。这边不算沙河了。这边是沙河的过去。这边主要是做什么？这边主要这个是做加工的，做那个公司的做。还有一个就服装公司是吧？然后档口就是跟批发有关。档口就是市场啊，那些，因为沙河以前它是不讲质量的。是我听到这个说法了。现在也要有质量了，没有质量也不行。沙河好像也有跟网单那些也有做的吧？做网单，他那个工厂可以做90多个阶位。去到那里面跟你去那边。对。因为那个螺丝湖办的。那边我看新一些好像还在招商。对，它那里面房租贵。那里贵，那难怪了。这里估计就是亮坤大佬说的房租比较贵的区域了。香港这地方，南边的九龙半岛比较密集，北边的新界就很空旷。在后教村，有着一模一样的格局。我忽然寻思，按咱们的恶趣味，一路往前走，那得到深圳了吧？果然有一种深圳味道，非常现代化，而且是专门用来上班的地方。这些单车，我估计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我骑走一辆，就会导致一位老哥下班后只能走路回家。很多门店都在展览时尚服装，颇有种前店后厂的味道。而后教村的厂房，就隐藏在弥敦道两侧的基里中。桥头停车场，据说以前是个很有名的宵夜档。从尖沙咀沿着小巷往西边走，就来到了河边。那我身后这两栋很庞大的建筑，就正好对应着海港城。根据亮坤大佬的描述，后教村和专业服装公司的关系盘根错节，而村子北边的上冲、大塘，则能在沙河市场呼风唤雨。两方属于不同的社团派系，触达 C 端客户的路径不太一样，但模式不同。理论上讲，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咱们外人只看外表嘛，可能就会觉得后教村更高级一些，因为后教村的厂房更大，尤其在半岛的西侧。除了刚才看到的尖沙咀海港城，在油麻地也有很多巨型厂房。一直走到旺角这一带，才开始出现小型的家庭作坊。这种作坊形态在上冲、大塘村更常见。大家看啊，左右两边都是住宅楼，但是用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1楼全都开成服装厂了，楼上的情况估计也差不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就是这么运作的。这种狭窄的街道很有意思，天气好的时候，还会有人拉一根线晒衣服，非常像那不勒斯的街景。意大利有一句古老的俗话，说看一眼那不勒斯，人死而无憾。从广州去那不勒斯来回机票大几千，我个人感觉没必要，来后教村逛一逛也差不多。
完全可以把省下来的钱买一份尊宝披萨，然后来到天台，一边啃披萨，一边欣赏后教天际线。层层叠叠的小房子无穷无尽，有些人家还把天台精心布置，当作喝茶和晒太阳的地方。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罗马相距200公里，而在后教的天台，也能望到立教村的罗马家园。在另一个方向，广州塔在湿润的空气里若隐若现。后教西大街西侧延伸段，现代小区盖进了后教，像一座城中村里的村中之城。如果把后教地图平移到香港，那么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鼎鼎大名的深水埗，一个到处都是唐楼的地方。很多来自内地和南亚的新移民会在租金便宜的深水埗落脚，几年以后升职加薪，再搬去其他地区，诉说着来到香港而又融入香港的故事。而后教村的深水埗也在诉说着广州与城中村的交融，城市正在循序渐进的渗透，而西大街的尽头最终会和广州大道汇合，融入海珠区的南北向干道。我估计很多人从来都没去过后教村，只是觉得奇怪，每次一到这个地方就有一堆奇形怪状的车从这个十字路口窜出来。实际上这条路的背后是一座生机勃勃的服装村，而且很像香港。潘鹤雕塑公园就在深水埗的对面，如果拿香港类比，这个位置大致对应着石硖尾，是香港的艺术家的聚集地。在后教，它是个雕塑公园，充满巧合啊，又是一次空间上的呼应。我对艺术完全不懂，过来逛了一圈才知道，很多很出名的雕塑都是潘鹤创作的。那后教村西半侧咱们就游览完了，下一步再到东边看看。从尖沙咀沿着弥敦道往北走，在东侧的第一个岔路口，也就是差不多在香港尖东地区坐落着被握手楼包围的后教牌坊。很神奇啊，并没有修在门户性的村口桥梁，而是在条岔路。为啥会这样呢？答案就藏在1960年代的俯瞰图里。那时候后教村的定居点就只有东侧这片区域，那把牌坊修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合适了。这条路估计就是当时村子最核心的主干道，如今挤满了餐饮店和超市。随着逐步深入村落腹地，制衣作坊也会慢慢的显山露水。在1960几年的时候，这些握手楼可能还是带小院的别墅，现在又变成了生活、工作相互交织的空间。他们见证过广州的城市发展，可能是村里面最为沧海桑田的区域。那也难怪，这里的巷子都狭窄而蜿蜒。作为最原始的街区，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你可能会觉得这里暗无天日，但是随便找一个路口往右边拐，就能看到充满反差的景象。那后教村的星光大道，河冲旁边的星光大道和刚才那条小巷子只有2-3栋楼的间隔，充满反差。你看，这旁边全都是握手楼，随便找个缝隙就能钻回刚才的小巷。这些楼里面有非常多的制衣作坊。那又回到刚才那地方，沿着小巷一直往前走，就能见到村里面唯一的陈氏宗祠。这座祠堂重建于2016到17年，原来的祠堂据说在1864年被拆除，此番
直接在原址重建。哎，那既然1864年就有了祠堂，那咱们推断，起码在17几年后教村就定型了吧？那实际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更复杂。18、19世纪的后教村很有可能处于混沌状态，甚至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村。因为就在村子的南边有一个叫做立教的村庄。广州有句俗语广为流传，说未有河南，先有立教。这是一处异域清欢的肥沃土地。早在元代，甚至更为古早的时期，立教先民就在此定居了。到了明代，立教又率先演化出了完备的宗族社会。珠江的细密水网滋润了立教肥田，随着泥沙沉积，珠江航道也冒出了一座座小沙洲。这些沙洲就是沙田的雏形。方圆数里，立教宗族最有组织能力，于是顺理成章，他们成为了海珠区南部的开发者。风土影响人情，人情改造风土。立教宗族开发沙田，稳固了海珠区南部的水土。历经沙田开发过程的试炼，立教宗族也变得更为凝聚。那立教附近的水土变化有多剧烈呢？举个例子，村子南侧的珠江后航道曾经叫做立教海，彼时的珠江宽度估计是现在的2倍不止，能达到1公里。而作为番禺睡城的洛溪，现在住了10几万人，在数百年前却是个小沙洲。古代的老哥老姐是看着它长大的。根据地方志和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我们可以发现，立教村曾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了如今的西教村、池教村、西路、芒教村、大沙村、上教村、下教村、沙溪村，当然也有咱们的后教村。随着沙田项目的逐步加码，水上居民、来自其他村落的佃户也开始租借立教沙田，参与到农垦拓殖。19世纪到20世纪初，受现代商品经济的影响，族田族产制度发生转型，佃户和水上居民们在沙田附近的松散定居点也迎来了不同的命运。有些定居点和立教村中断了历史渊源，成为了自然村。譬如1873年，龙潭村的乡绅白伦生向佃户捐赠土地，帮助他们建立了西教村。在更为晚近的光绪年间，水上居民建立了池教村。后教村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演变成为了自然村。1960年代的地图向我们提供了佐证，晚近年代形成的自然村都呈现为带状聚落，沿着河冲分布。只有在和平年代才更有可能出现这种高效而又不太安全的样貌。如此形状的村落无法在械斗和匪患的冲击下积累财产。诞生于明代或者清代早期的自然村，需要时常与山贼海盗作战，全都发展成了森严的寨堡。在香港的某些城边村，甚至延续清代习惯，保留城墙。那么外界人如何解释后教村呢？1950年代，后教、池教、西教被合并成为3教村。1989年版的地名志对海珠自然村做了解释，说后教由3姓社建村，这和现在的说法未必相互矛盾。在19世纪的混沌时期，后教很有可能是一块马赛克区域，在这块半岛上，有陈氏的宗族，有上岸定居的水上居民，还有仍然归属于立教宗族的沙田。当时的人对自己的身份恐怕各有解释，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到100多年以后，陈氏宗族延续了影响力，在如今的后教村，9成原住居民都是陈氏。他们在2017年宴请4000位宾客，重修祠堂，诉说村落的过去。可能每个广东村庄的罗慕路斯神话都是在类似的混沌状态中定型的。后教村恰好向我们展示了村落传说诞生的过程。咱们外界人无论如何对村落做解释，都只是冰冷的词条。只有把这里当作家园的人，才能为一块土地赋予高贵含义，讲述出最动人的故事。节目的最后搞点轻松的，再向大家展示2个景点，一个是旺角的夜市，还有一个是著名的铜锣湾。